各位好，欢迎来到瓜子泡茶听 iPhone 的第4季。今天呢，我们讲到 iCloud 家里面的一个与家人共享的话题。先聊点家常吧，既然是聊家人共享哈。您现在看到的这个场景呢，其实我已经在我新搬来的这个家里面了。同样呢，也是跟之前一样，我做了一个临时的摄影棚啊。现在我这期视频就是在我这个新的摄影棚里面拍的，但是呢，这个摄影棚目前来讲相当的简陋啊。我现在录节目的时间是晚上了，接近午夜吧。为什么这么晚呢？因为我在录这个视频之前花了大概1个多小时吧，我盲猜啊，去架设我的相机，布置我的灯光，还有我的这个这边这个背景。一切都从简，为了满足最低要求，因为我知道今天视频一定要上架啊，所以如果各位眼光非常的独到，你们发现了这个灯光和布景方面的一些这个瑕疵的话啊，那也非常正常啊。所以先感谢各位眼光独到的观众啊，能够包容这些啊，容我有点时间来慢慢的进行调整。好，言归正传，今天我们讲的是 iCloud 加啊，也就是 iCloud Plus 里面的一个小项目，叫做与家人共享。如果单独扣着这个题来去聊的话，其实就非常简单了。它就是当你去花钱购买了 iCloud 空间达到200个 G 以上啊，也就是人民币21块钱1个月往上的版本，你就会拥有 iCloud 加的功能。那么这200个 G 你就可以不单单自己用，还可以分享给自己的家人去使用。那最多呢是一共6个人，算上你组织者在内，一共最多6个人来去分享这200个 G。当然了，你也可以去买2个 T、6个 T、12个 T 哈，只要大于200个 G 都可以。那这些总的容量，不管你买多大啊，这个总容量是6个人一起用的啊。那当然，你如果说我只邀请1个家人进来，那就是您俩一起用；邀请3个就是3个一起用。总之最多6个啊，不管你邀请几个，就是大家一块儿用。注意是一块儿用，不是平摊，你也不能够去分配。反正这一大锅粥就是这么多，你买的多大就是多大，然后大家就可以抢着用啊，也可以让着用。用的多的呢就占点便宜，用的少的呢就吃点亏，那用满为止。那需要就是一定要跟大家先强调的就是，虽然是家人共享了这个总的容量，大家大锅饭一起烩着吃，但是呢，每个人的数据都是相对独立的，也就是说，只有你能看到你的内容，其他的家人是绝对看不到的，除非你刻意的共享出来啊。那如果你不共享的话，其实你用的是家人的分享出来的空间和你自己购买空间，在使用的隐私和隐私性方面啊，是完全一模一样的。所以 iCloud 与家人共享这个功能，咱们聊到这儿其实就聊完了啊。我们就是当你升级到 iCloud 加，也就是每月200个 G 的时候，能够附赠你一个多出来的功能，可以把你自己用不完的分享给家人。那举个例子吧，我现在一直用的就是2个 TB 的啊，换成人民币的话是每个月68块钱。我是分享给我的5位家人使用。那基本上你就可以价格上就可以除以5啊。那到现在呢，也就没有用满2个 G， 用了大概60-70%吧，用了1个多 G 啊。但是我现在也不发愁，因为如果真的满了，也有这个需求的话，我上面还有6个 TB 的，可以让我去升级。那我想聊完了 iCloud 加的与家人共享这个话题之后，趁着这期节目呢，跟大家多聊一个话题，就是家人共享这个话题。那到这儿咱们要区分2个概念了，一个叫做家人共享，我们接下来要聊的啊，还有一个叫 iCloud 加与家人共享，也就是我的这边就是我的副标题。
所以我的副标题你注意了，它是与家人共享 iCloud 加的存储容量，那这个很简单。但是如果我把与去掉，把 iCloud 加也去掉，只留下最后4个字与家人共享，那这个话题呢其实就完全不一样了。与家人共享是什么意思？首先不需要花钱了，你就用免费的，甭管是免费5个 G 还是免费20个 G 啊，我做节目做到现在，也没有观众给我一个绝对靠谱的回答，说我就是新申请的 Apple ID 已经免费20个 G 了，我还没收到啊，我只收到了这个老的 ID 还是5个 G 的，跟我一样的，因为我有2个 ID 嘛，其中有一个是免费的，一直是5个 G。所以还是不知道啊。那不管你是5个 G 还是20个 G 吧，这个家人共享这个功能都是有的啊，都可以用的。我希望大家先知道这个概念啊，并不是说你一听到家人共享就是啊，那要花钱的我不用，不是的啊。大量的家人共享的功能都是免费使用的，只有分享 iCloud 存储空间的这个家人共享的功能需要付费。那么免费可以使用的与家人共享都能有什么功能呢？那好，首先任何人，成年人啊，是这个成年人应该是指，我记得不错的话，应该是14岁以上啊，在 Apple ID 的这个世界当中就被界定为成年人了。那14岁以上的成年人都可以作为一个家庭的组织者去创建一个家庭。当你创建好家庭以后，你就可以邀请最多5位家人进来。那你算邀请5位嘛，算上你呢，是不是最多6位啊？那这6个人组成一个家庭之后，能干嘛呢？那我干嘛要组成家庭呢？有以下几个好处啊，即便是你不花钱，不能分享空间，也有这么几个好处。第一个，每个人所购买的、花钱购买的这些 App 都可以分享给其他的家人了。可能内购是不行的啊，但是如果是一次性花钱买断的这些 App， 那我一个人买了，其他的人就可以用了。这个可能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个功能啊。那这样的话呢，可能我买一个 Procreate 是68块钱，那我觉得都贵。其实我觉得这个大家消费观应该改一改。你如果觉得68块钱买 Procreate 很便宜，那这个我觉得是正确的消费观啊。觉得贵的话，那个我觉得有点不太对，因为它已经相当便宜了啊。这个话题扯远了啊。Procreate 是一个绘画软件，以后如果我会讲绘画，大概率不会，如果我会讲的话，会再跟大家提这个软件。大家可以上网搜一下，这个大名鼎鼎的一个软件，才68块钱人民币嘛。据我所知啊，如果现在涨价了，我也不太确定了。那么你就可以一个人买，分享给最多6个人，那价值不就除以6了嘛？啊，所以这个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拼车。所以其实是有一些网友啊，为了省点钱，在网上去找人组建一个家庭，就是他们实际上这6个人并不是一个家庭，可能互相都不认识，但是通过一些网络平台的介绍啊，或者是自己想一些什么方法呀，他们就自己组了一个家庭，然后呢去降低一些软件购买以及订阅购买的费用啊，我们把这个叫做拼车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你们可以自己去找一找相关的资源啊，因为这个我并不擅长，就不在这儿再赘述了。但是我希望你们知道有这么一件事儿啊，一般是单身比较适合。如果您自己已经有家庭了，像我这样子啊，还有2个孩子，那我们自己家呢就4个人了，所以这个就已经内部消化了啊。当然还有一种就是您的父母，或者说你像你2个人成家之后，双方老人加到一起啊，4个老人加你们小两口2个，那不是也是正好6个，就算不要孩子，对吧？这6个也挺好的。但你说我真的是单身啊，父母也不太想用这些功能，我就是想省点钱，那你可以去找一找拼车的这种方法啊。那一个人买的软件，其他的人都可以免费下载了。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订阅也可以优惠了，像我们之前提到的 Apple Music， 如果你一个人买呢是10块钱一个月，学生是5块钱一个月啊。但是如果你以家庭的方式购买，对，我有观众留言，
国区的 Apple Music 已经涨价了，涨到11块钱了。那家庭包原来是15块钱，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涨到16了还是18，我就不确定了啊。但就涨了1-2块钱，这个 level 还是一样的嘛，还是同一级别的嘛。所以就算它18块钱好了，那你除以6，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最便宜的，这也是组建家庭的一个好处啊。但是可能听到这儿呢，有些较真的观众也会问了，你虽然说家人共享不花钱也能用，但是你讲到现在好像是就是为了花钱的时候省点钱才有用的啊？有没有什么就是我就是不花钱，也不买软件，也不买服务，我组建家庭是不是就没用了呢？也不能这么说。据我了解呢，有一种情况你还真得组建家庭是有用的。什么情况？就是为孩子创建一个 Apple ID。那你说我为什么要为孩子创建一个 Apple ID？ 或者说，这个孩子的 Apple ID 它和就成年人的 Apple ID 和未成年的 Apple ID 有什么不一样呢？一句话回答：权限不一样。也就是说，成年人的 Apple ID 是可以管理未成年人的 Apple ID 的。如果大家为孩子申请过 ID 的话，申请 Apple ID 有一个步骤，应该是第一步吧，就是让你填出生的年月日，你填你的生日。那如果你填的生日经过系统的计算之后，他发现你未满14岁，应该是14岁啊，这个咱们不较真了，就先姑且你听我讲，姑且当是14岁了啊。但是一切以系统提示为准。那低于14岁的话，他就不让你创建 Apple ID 了。因为未成年人是没有办法自己拥有一个完整的 Apple ID 的。那怎么办呢？ Apple 为未成年人提供了儿童 Apple ID。那如果你想创建一个儿童 Apple ID， 不管你是不是想要控制和管理它，那你都需要先组建一个家庭，在家人共享里面再去添加一个儿童 ID。那这个具体的方法呢，应该是点 iPhone 的设置，然后点你的名字，然后稍微往下滑一滑，你就应该不难找到啊，在 iCloud 的下面不难找到有家人共享4个字。点进去之后，稍微点几个下一步，你就已经变成组织者，创建一个家庭了。然后紧接着呢，你会可以看到屏幕下方有一个叫做邀请家人，点一下你就能够看到有其中一个选项是创建儿童 ID， 所以这个是给孩子的一个正确打开方式。大部分人就是会给小孩子去买一个他自己的 iPad， 或者说你的淘汰下来了，把这个淘汰下来的 iPad 给小朋友用，可能是小学生，或者是幼儿园，或者是初中、中学也有，大学应该不太会了啊，大学应该他用的比你都好了。那这种情况下，你发现没有办法给他自己创建一个 ID， 当然把你的 ID 给他用，这个不但我不建议，而且这是你倒霉的开始。我坚决不建议你这样去做哈。但有一部分人呢是有这个意识的啊，我既然给你了，我就把这个全都抹掉，然后哪怕不抹掉吧，我希望是全抹掉，但是就算你不抹掉，好歹你把你的账号退掉，然后为孩子申请一个 ID， 但你发现申请不了，那这个时候就是因为孩子的 Apple ID 是需要在你的设备上去创建的，是需要在成年人的监护人的设备上去创建的。首先要用监护人的一台 Apple 的设备创建一个家人共享，一个监护人成为组织者以后，再去邀请的过程当中选择为儿童创建 Apple ID， 然后在监护人的设备上去填孩子的名字、孩子的出生年月以及你是否要对孩子的设备进行一些监管这个其实是大部分创建儿童 ID 的家长最需要的一个功能我自己也一直在用这个功能。家长控制这个功能，我们之后再开一个话题单独去聊。但是希望在这期讲家人共享的节目当中呢，如果您是家长，我希望你先知道，就是作为家长，你是可以通过为孩子创建一个儿童的 Apple ID 去
管理和监控孩子的设备的，而这种管理你是全程都不需要去触碰孩子的设备的，你只要通过你自己的 iPhone、iPad 或者 Mac 任何一个 Apple 设备，点击设置，点家人共享，点你的孩子的名字，你就可以看到完整的你孩子的设备的使用报告、使用时长、使用了哪款软件，每一款软件用了多长时间啊，访问过哪个网站等等等等。首先报告你能看到，其次更重要的是你是可以去设置，比如说孩子的设备在周一到周五的10点以后就不能用了啊，早上是9点以后才能用，周末呢可以给它用到11点啊，然后可以多用一点，然后你同样可以限制我孩子这台设备每天的最长使用时间，比如说不能超过2个小时或者是4个小时等等，这个随你设置。你还可以精确到，比如说每一个软件你打算让它用多少时间，每天打游戏打多少时间，每天学习软件用多少时间，这一系列你想得到的想不到的都可以去对孩子进行设置，而且这些设置你可以随时更改，而且改的时候不需要用孩子的设备改，只需要在你的设备上改就可以了。也就是说，哪怕你在美国，你的孩子在中国，你只要点一点手机，你的孩子设备马上就会响应。当然啊，前提是你们2个的设备都需要联网，但是其实这也是废话了，因为如果你给孩子一个 iPad， 你不给他联网，好像他也不太会想用的样子啊。所以如果对这个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期待一下呀。我基本上想会在讲辅助功能的时候，顺带把家长控制比较详细的讲一讲。但是今天我们是讲 iCloud 家的与家人共享，因为比较简单，所以我们开篇就讲完了，就是一个分享容量的功能。但是我希望大家借着这个话题，能够事先去了解Apple 是为大家官方提供了非常周到的一个对未成年人的负责任的方便的管理功能的啊，只要各位如果是家长的话，你们先知道这些功能，这样就我的任务就完成了啊。但是作为2个孩子的家长呢，我也由衷的说一句啊，这个如果您正在为孩子长时间的沉迷电子产品而苦恼，那除了给他换 Apple 的产品管理会更方便一点以外，因为我不确定其他的品牌的产品有这样的管理功能啊。我觉得作为家长多花点钱，有一个审美在线的界面，让孩子从小看一些美的东西，然后呢稳定的一个产品，不需要你经常去给他管理的，能够稳定运行的，然后同时还附带功能详实的这种家长的监管和控制的功能的，这个钱我觉得花的是值得的。但是尽管如此啊，我的个人建议还是说对于孩子的电子设备的使用时长的一个根本的控制，还是需要你跟孩子的良好沟通才能够达成。我在离开中国之后在为孩子的事情奔波的过程当中，在某一个机构看到了一个在电梯旁边贴着的标语，让我还蛮认同且有点感动的。这句标语写得非常简单，他就说：家长们，请你们记住，孩子们最爱的玩具是你们我觉得这个是我非常认同，然后说的让我会浑身起鸡皮疙瘩的一句话那我也分享给各位，就是再完善的家长控制功能也没有办法替代爸爸和妈妈陪伴在孩子的旁边。你可能会觉得他沉迷于电子产品，但是当你能够全身心的跟孩子去玩上1个小时、2个小时，去观察一下他们的表情，去看一下他们的状态，我相信你不难得出结论，这才是他们的最爱。好，感谢各位收看和订阅，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先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